深夜时分，全家人都沉睡中，突然传来砰的一声。70岁的李伯伯半夜起床上厕所时，竟无声倒在地上。太太赶紧起身查看，只见李伯伯倒在浴室门口，意识模糊，嘴角歪斜，右手右脚使不上力，连话也说不清楚了。这种半夜发生的脑中风场景，光用想的都让人不寒而栗。半夜中风为何如此常见，又为何特别危险呢？为什么中风容易在半夜发作？研究显示，脑中风往往在夜间或清晨悄然发生，这和我们身体在睡眠时的生理变化有关。晚上熟睡时，血压通常较白天低，但如果本身脑血管就有狭窄硬化，血压过低可能使脑部供血不足，诱发缺血性中风。同时，半夜长时间不喝水，身体轻微脱水，会让血液变得较粘稠，流动变慢，容易形成血栓堵住脑血管。而有些人属于隐性高血压或夜间高血压，白天量血压正常，半夜睡觉时反而血压飙高。如果半夜血压突然升高，脆弱的脑血管可能不堪压力而破裂，造成出血性中风。总而言之，夜里睡眠时血压和血流的波动，再加上高血压或动脉硬化等问题，都让半夜成为中风好发的危险时段。半夜中风有多危险？最大的问题是不易及时发现。人们在睡梦中中风时，往往自己无法察觉，也没有旁人在场辨识。等到隔天清晨，家人才发现长辈怎么半身不遂起不来，往往距发病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。脑中风的抢救关键就是时间，特别是缺血性中风。如果能在发病后4个半小时内就医施打血栓溶解药物，许多脑细胞可以获救，后遗症也比较轻。然而，统计显示，约90%的中风病患都没能在黄金时间内接受治疗，错失宝贵的抢救机会。半夜发作的中风尤其容易延误，例如有长辈半夜醒来发现手脚麻木无力，却以为只是压到睡麻了，休息一下就好，结果一觉睡到天亮，黄金抢救时间早就错过。还有人半夜中风不自知，等天亮想去看门诊，或独居长辈撑到家人下班才求救。这些拖延都让脑细胞大量坏死。中风发作每延迟1分钟就可能造成上百万脑细胞死亡，可见争取时间有多重要。半夜中风太可怕，就在于它常常无声无息夺走时间，一发现往往已经太迟，使患者面临严重残疾甚至性命危险。因此60岁以上的长者以及有高血压、糖尿病、高血脂或心脏病的人，一定要特别注意半夜和清晨的身体状况。秋冬季节气温低，血管收缩，是脑中风的好发季，更不可掉以轻心。如果半夜起来时自己觉得不对劲，或家人发现长辈睡觉中出现异常状况，千万不要观望，宁可多花点时间确认，也要立即拨打119求救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中风发作前有哪些前兆征象，好让大家第一时间识别与自救。脑中风通常来得突然，但事前其实常有一些前兆症状可以察觉。如果及早注意到这些警讯，就有机会在中风变严重之前求助，减少伤害。以下是常见的中风先兆，请长辈和家人们提高警觉。单侧肢体无力或麻木，突然觉得一侧的手臂或腿没力气，提不起来，或感到刺麻发木，有时手中的碗筷笔突然拿不稳掉落。如果发生在半夜，可能表现为翻身时一边手脚动不了，脸部歪斜，口角下垂，照镜子或被家人发现，微笑时两边脸不对称，嘴角一边下垂流口水，或一侧脸麻木没感觉，这是脸部肌肉瘫痪的表现，常是中风的讯号。说话困难，言语不清，突然讲话变得含糊不清，口齿不灵，好像大舌头一样，或是听不懂别人说话的意思。有些人会一时找不到字词，甚至表达困难，答非所问。视力异常，突然觉得一眼或两眼看东西模糊，视野缺损，甚至短暂失明。也有人出现复视，视力的突然改变常是脑部血管问题的征兆。头晕剧烈头痛，突如其来的强烈眩晕，站不稳，走不了路，可能合并恶心呕吐，或者出现平生未有过的爆炸性头痛，痛到让人想尖叫，这往往是脑出血的危险信号。意识混乱或昏迷，
有些中风在发作当下会让人意识不清，反应迟钝，甚至直接失去意识，昏倒在地。如果睡眠中发生中风，可能表现为夜间异常、鼾声加剧、呼吸不规律，然后人怎么叫都唤不醒。以上任何一项突然发生，都可能是中风的前兆警报。特别要注意的是，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TIA 又称小中风，症状和中风一样，但持续时间很短，几分钟到1小时内自行缓解。很多人以为症状好了就没事，其实有将近1/10的 TIA 患者会在未来几天内发生真正的脑中风，所以千万别忽视任何短暂的手麻、头晕或说话不清。如果长辈出现上述疑似中风的征象，即使只有一下下，也要提高警觉，尽快就医检查或咨询医生，避免更大的危机发生。假如不幸半夜怀疑家中长辈中风了，该如何争取宝贵的黄金时间？以下是一套半夜中风的紧急应对流程，建议长者本人和家属都熟记在心。1. 迅速确认中风迹象，立刻拨打119。当发现长辈半夜有疑似中风症状时，第一时间不要慌张，先快速检查几个重点。可以运用简单的微笑、举手、讲句话测试，请长辈试着露齿微笑，看脸部是否对称，再请他平举双手维持几秒，看看有没有一侧手臂无力下垂，最后和他说句话聊天，听听看讲话是否清晰流利。如果任一项有异常，脸歪、手垂、说话怪，几乎可以确定就是中风无误，务必立刻拨打119报案叫救护车。即使上述测试正常，但先前提到的其他症状，如剧烈头晕、单侧麻木等，明显宁可相信自己的直觉，也要先打119求助。记得同时记下症状开始的时间，这对医护判断治疗很重要。在等待救护车来的同时，可以开门或留人去门口等，方便救护人员迅速进入。2. 将患者平躺安置，保持呼吸道通畅。若长辈此时还清醒，耐心安抚，让他平躺或仰坐在床上、地上都可以，切勿再让患者自行站立走动，以免跌倒或病情恶化。帮他松开紧身衣物，如衣领、裤带，确保呼吸顺畅。如果患者呕吐，立刻将头部偏向一侧，让呕吐物流出，避免呛到。若患者已经失去意识，不会呼吸或没有脉搏，则需要立刻进行心肺复苏术，并持续到救援人员抵达。不过，大多数中风患者送医前还有心跳呼吸，这时最重要的是让他平躺稳定，头侧一边，防止窒息。可以垫高头部一点点帮助呼吸，但头部不要抬得过高，以免影响脑部血流灌注。3. 冷静等待救援，同时避免错误处置。等待救护车的几分钟往往最焦急，家属在照顾患者的同时，一定要记住几个千万不要做的事情，以免好心反而坏事。不要幻想休息一下就好，而延误送医。切记中风不会自己好转，耽搁只会让脑细胞越来越多死亡。半夜无论多晚都要立即求救，不要等天亮，更别想自己睡一觉再说。不要自己开车送医，一定要等救护车。很多人心急会想亲自开车载长辈去医院，但救护车有专业急救设备和人员，路上还享有优先路权，更能提前联络最近有中风急救能力的医院准备接手。自己送医不但可能塞车耽误，去的医院不一定能立刻处理中风，反而浪费宝贵时间。除非在偏远地区等救护车要太久，才考虑自行送医，但也应该先打119，听取专业建议，不要替中风患者乱放血。民间流传中风时，用针刺手指尖或耳垂挤血可以舒缓，其实这非常危险，因为我们无法判断中风是血管阻塞还是破裂。若是脑出血，针刺放血的疼痛会让血压飙更高，导致出血更严重。就算是血栓中风，放几滴血也无助于溶解脑内血栓。与其浪费时间放血，不如专心按压下面将介绍的穴位，并等待专业救援。不要随便给药、喂水。有些长辈一发现血压高不对劲，习惯立刻吃颗降血压药或保健丸。然而中风当下贸然吞药不但无效，还可能让血压过低，反而更加剧脑部缺血。另外，中风患者常有吞咽困难，硬灌药或喂水恐使药水呛入气管，引发呼吸危机。
所以等待救援时，绝对不要让患者吃喝任何东西，包括止血药、降压药或食物开水，什么都先不要给。4. 收集患者资讯，准备陪同就医，利用等救护车的空档，家属还可以做些准备工作，尽量回忆患者最后正常的时间，例如几点钟还好好的，以及发现中风迹象的时间，写在纸上或记在心里，到时提供给医生判断治疗时程依据。同时简单整理患者目前使用的药物，如果长辈平常有在吃降血压、糖尿病、降血脂或心律不整药物，或是有没有使用抗凝血剂，例如阿司匹林、华法林，最好将药袋或处方兼准备好带去医院，让医护人员参考。当救护人员抵达时，如实告知他们发现患者的状况和时间，病史和药物，配合他们的指示搬运患者。家属中要有一位最了解患者病情并能做医疗决定的人跟车陪同，别忘了带上长辈的健保卡、身份证等证件。一旦抵达医院急诊，接下来就交给专业人员全力抢救处理。总之，半夜中风来势汹汹，最要紧是快自觉、快认出、快求救、快送医。在这过程中保持镇定，谨记正确和错误的处置事项，就有机会将伤害降到最低。除了上述紧急措施，其实在等待救护车时，我们还可以运用一些简单的中医穴位按压来协助患者，或许能稍微舒缓症状，为后续抢救赢得宝贵时间。下面就来介绍5个中医观点下的救命穴位，建议大家平时就熟悉位置和按压方法，关键时刻才能派上用场。传统中医学把中风称为中风症或卒中，认为与人体气血逆乱、肝风内动有关。在急救上，中医师常运用针灸或指压穴道来促进醒神开窍、疏通经络，以期达到急救的效果。以下介绍5个常用的急救穴位，长辈和家人平时就可以练习按压，万一中风发生时可作为救命的辅助措施，但仍需强调穴位按压不能取代送医治疗，而是在等救护车过程中的应变方法。1. 人中穴，又称水沟穴，位置在人体鼻子和上唇之间的纵向凹沟中上段的1/3处位置。简单找法是以鼻尖到上唇连线划3等分，大约上方1/3的点就是人中穴。按压方法，用一只手扶住患者头部，另一手的大拇指指甲对准人中穴，用力向鼻梁方向斜上方重重掐下去，力量以患者能承受为度，但为了刺激效果，要略感疼痛为宜。可以每次掐压1秒左右后放开，连续快速掐按20到30次，每分钟约20次节奏，持续刺激此穴。若是患者自己清醒，也可用食指尖用力点按此穴位。作用：人中穴是急救第一要穴，刺激人中有助于兴奋中枢神经，唤醒大脑意识。当有人昏迷、不省人事时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掐人中，使其恢复清醒。在中风昏厥、休克时按压人中穴，可促使一时低迷的血压上升，恢复呼吸心跳的节律。有句古话，一切昏厥不省人事，皆可取人中，说的就是人中穴强大的救赎作用。现代医学看来，掐人中带来的剧痛刺激，可以反射性促进脑部醒觉。在等待救护车时，持续刺激人中穴，常能让原本意识涣散的患者稍微清醒一些，争取宝贵的抢救时间。2. 风池穴，位置在后脑勺两侧大筋的外侧凹陷处，也就是后颈部靠近头骨底下，约与耳垂平行的位置。用双手拇指沿着后脑骨头下缘往两侧推压，会掉进2个窝，就是风池穴的所在，左右各一处。按压方法：患者平躺时，家人可双手从后方托住患者头部，2个拇指放在患者左右风池穴上，同时用力向内上方按揉。按压时可以画小圆圈揉动，每次持续2到3分钟，力道以酸胀感为宜，也可以稍微强一点，让患者感到脖子后方明显疼痛感。若患者清醒自己操作，可将双手食指或中指弯曲，用关节凸起处顶住自己风池穴位置，用力按揉。作用：风池穴是疏风镇痛、清头醒脑的重要穴位，按压风池可以放松颈部紧绷的肌肉和血管，
促进椎动脉对大脑的供血，对于中风引起的头晕、头痛、昏沉有一定缓解作用，同时有助于降低血压。很多人平常血压一高或头胀不舒服时，就会按摩后脖子风池穴来减压。在中风急救时，刺激风池穴可以平肝息风，并加强脑部循环供氧，一定程度上减轻脑缺血缺氧的损伤。3. 合谷穴位置在手背虎口处，大拇指和食指间的肌肉高点处。将拇指和食指并拢时，虎口隆起的最高处就是合谷穴。放松手指后，在那个肌肉凸起的凹陷处进行按压。左右手各有一个合谷穴。按压方法：用另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捏住对侧的虎口，用拇指指腹顶在合谷穴上，先重按再揉动。按压时会有酸麻、胀痛感，可以适当大力一些。每侧手的合谷建议按压约1分钟，再换另一侧交替进行。患者自己清醒时，也可用一手拇指按揉另一手的虎口穴位。作用：合谷穴有通经活络、镇痛开窍的作用，是手阳明大肠经的原穴。按压此穴可以促进头面部的气血循环，对中风导致的口眼歪斜、面部麻木有缓解效果。所以民间有面口合谷收的说法，意思是面部口舌问题用合谷穴治疗。此外，合谷还能降血压、止头痛，对缓解中风患者的头痛头胀也有帮助。在急救时配合人中使用，一个在上，一个在手上，上下呼应，可以加强醒脑镇痛的效果。4. 内关穴位置在前臂内侧，手腕内侧横纹向上约3指宽，位于2条筋之间的凹陷处。简言之，掌心向上时，在手腕正中往上约5公分的地方就是内关穴。左右手各一。按压方法：用对侧手的大拇指按住内关穴，同时其他手指托住腕部施力，用适中而持续的力量向下按压，并小幅揉动穴位，直到局部有微酸的感觉为止。每次按压1到2分钟后，可换另一手交替进行。如果患者出现胸闷不适，也可以延长按压时间稍久一点。作用：内关穴属于手厥阴心包经，最擅长宁心安神、调节心律。刺激内关可以稳定心跳，缓解心悸胸闷，止吐镇静。许多心绞痛、心律不整发作时，中医也会按压内关急救，因为它能保护心脏，疏通胸中的气血。在中风情况下，患者常伴随紧张、焦躁、胸闷、恶心，甚至心律不整。按压内关穴有助于稳定患者情绪和心脏功能，同时内关穴对血压也有双向调节作用，能让过高的血压平稳降下，过低时则协助提升一点。急救时配合其他穴位一起按压内关，可以达到安心神、保护心脑的效果。5. 涌泉穴位置在脚底板中心稍偏前的凹陷处。当脚趾用力抓屈时，脚底前方会出现一个明显的凹窝，位于脚掌前1/3处，正好约在第2、3指指缝连线的延长线上，那就是涌泉穴。左右脚各一。按压方法：让患者仰躺或坐着，把脚底朝上，家人用大拇指抵住患者涌泉穴，其他手指扶住脚背，然后用力往脚跟方向掐压揉动。由于脚底皮肤较厚，可以适度加大力度，甚至用指关节凸起处按压以增加刺激。每只脚持续按揉1到2分钟，再换另一侧。患者若神志清醒，也可自行以拳头轻捶脚底，或用指头按压此穴。作用：中医有云，肾出于涌泉，涌泉者，足心也。涌泉穴是引血下行、镇静安神的要穴。按压脚底涌泉，有助于将上逆的气血引导下降，对中风导致的头部充血、血压飙高有缓和作用，并能安定心神。古人形容涌泉是人体的长寿穴，常刺激可强身健脑。急救中按压涌泉穴，搭配头部的人中穴，可起到一头一尾的平衡效果。头部穴位刺激让昏迷者清醒，足部穴位刺激使过度亢奋的脑部平静。一动一降之间，协调全身气血，有利于患者度过危急关头。以上5个穴位，平时长辈们也可以常按揉保健，保持经络畅通，预防中风。特别是合谷、内关、足三里等，都适合每天按摩几分钟。
帮助控制血压和增强体质。当然，一旦怀疑中风发生，按压穴道只能作为辅助急救手段，最关键的仍是及时送医。不过，如果长辈半夜独处等待救援时，能记起按压这些穴道，不仅可能减轻自身症状，专注按压的过程也有助稳定情绪，不让自己惊慌失措。预防胜于治疗，远离脑中风最好的方法就是平日做好健康管理。以下是几个日常保养的重点，可以有效降低中风风险。维持正常血压与三高控制。高血压是脑中风头号元凶，务必遵医嘱定时服用降血压药物，将血压控制在适当范围，一般建议约80/130毫米汞柱以下。同时，控制血糖和血脂也很重要。糖尿病和高血脂都会损害血管，加速动脉硬化，增加中风几率。建议长辈们定期量血压、验血糖、血脂，了解自己的数值变化。医师交代的药物要按时服用，不要嫌麻烦自行停药。尤其有高血压的长者，可以在家自备血压计，早晚或情绪不佳时量一量，掌握血压波动情形。如果发现自己属于夜间血压偏高的形态，和医生讨论是否需要晚上加服降压药物，避免睡觉时血压失控。另外，隐性高血压患者也不要掉以轻心，医生可能会安排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来确认状况。总之，认真控制三高，就是在呵护自己的血管，减少中风发生。均衡清淡饮食，适量水分，饮食习惯对中风风险影响极大。建议采取低盐、低油、低糖的清淡饮食，多吃蔬菜水果、高纤维谷物，适量摄取鱼肉、豆蛋等优质蛋白，少吃肥肉、动物性油脂和甜食。控制盐分能稳定血压，减少血管负担。控制油脂含热量，可避免肥胖和高血脂。特别提醒长辈少吃腌制食品和加工肉，如香肠、培根，这些东西钠含量极高，且容易造成血管硬化。除了均衡营养充足的水分也很重要，白天要养成主动喝水的习惯，不要等口渴才喝，尤其天气冷时或活动少时，更要记得定时小口喝水，保持血液稀释，流动顺畅。有些长辈怕半夜上厕所影响睡眠而不敢喝水，其实睡前一小杯温开水有益无害，睡眠期间身体仍会流失水分，长达7-8小时不进水，血液粘稠度势必升高。适量在睡前补水，能减轻夜间血液粘稠的情况。如果半夜起来如厕，记得回床前再啜饮几口温水补水，不用担心多跑一次厕所，总比因脱水而中风好得多。为了兼顾安全与便利，可以在床头放一杯水，起夜时随手可得，避免长辈半夜跑厨房取水发生跌倒意外。规律运动，维持适当体重，运动是血管最好的保养品。通过运动可以改善血液循环，降低血压血糖，还能控制体重，一举多得。上了年纪的长者可选择温和有氧运动，例如每天快步走30分钟，打太极拳、跳交谊舞、骑室内脚踏车、游泳等量力而为的活动。运动时全身血液流动加速，有助防止血栓形成，同时增强心肺功能。研究显示，保持每周至少5天中等强度的运动习惯，能显著降低中风和心脏病风险。如果行动不便，也可以每天做简单的肢体活动或伸展操，至少不要长时间久坐，维持适中的体重含腰围，减少肥胖，对预防中风很有帮助。运动时量力而为，循序渐进，并注意保暖和安全，避免过度劳累造成反效果。戒烟限酒，规律作息解压力。吸烟会让血管加速硬化，还易引发心律不整，是中风和心梗的重要危险因子，一定要戒烟，即使年纪大也不嫌迟。戒掉香烟后，1年内中风风险就会明显下降。饮酒则要适可而止，长期过量饮酒会升高血压并伤害肝脏，加重中风风险。建议长者尽量不喝或少喝酒，尤其烈酒要避免。良好的生活作息同样重要，保证充足的睡眠，按时睡觉起床，避免熬夜。许多长辈退休后日夜颠倒或老是睡不饱，这会扰乱生理时钟，影响心血管调节。调整成规律的作息，有助于维持血压平稳。还要注意管理情绪和压力，过度焦虑、生气会使血压骤升，引爆中风。
可以通过与亲友聊天、培养兴趣嗜好、练习深呼吸和静坐等方式抒压，保持心情平和开朗。定期健检，留意隐患，建议长者每年做一次健康检查，特别是检查心血管相关项目，如颈动脉超音波可以看看有无动脉硬化斑块，心电图或24小时心率监测可筛查心房颤动，脑部 MRI 或 CT 则可发现有无小中风痕迹。有些中风来临前，身体可能早有蛛丝马迹，例如短暂失去视力或经常莫名其妙跌倒。平时多关注自己的身体变化，有任何异常不要忽视，及早就医检查。通过定期健检，医生能帮忙找出潜在危险因子并及时处理，把中风防患于未然。